8月25日下午6点，坐标北京房山防疫路，这瓢泼大雨下得都冒烟了。你在北京哪个区？没下雨的评论区打卡。是雨吗？这是雨吗？我操！这什么情况啊？哇塞！是瀑布吗？哇！这是下雨吗？是泼水的吗？台风简拉维24日中午登陆泉州，登陆时中心最大，风力8级，但其裹挟的水汽巨多，受其残余环流影响，24至25日，福建泉州遭遇暴雨到大暴雨，局部特大暴雨。你看老龙王是不是？哎呀！哎呦！我的天呀！广西承左黎明县遭遇了严重的洪灾，街上都要开船。现在咱们航拍看一看，整个县城可以说是一片狼藉，处于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啊！台风又北移了，18号台风沙德尔原先指向福建，现在北移指向温州福建交界，预计28号登陆，不知未来几天会不会北移到浙江，敬请留意。接下来2天，浙江南部、福建北部的兄弟重点盯防水，住在1楼和沿海的，这2天提前把贵重物品往高处挪，车别停在地下车库和江边海边挡水板沙袋该背的背上，山区的别往山沟里跑，连续大雨之后随时可能滑坡。26号沙德尔进东海之后，路径会彻底锁死，到时候看官方预报就知道具体落在哪。沙德尔绕开台湾省，就是为了带着完整的一拳砸过来，别等海水漫进家门才反应过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孙宁。中国南方这几天简直像是赶上了一场台风接力赛，一个刚跑进来，另一个已经在门口等着。24号、20号台风简拉维一头扎进了福建泉州，结果福建的水还没退干净，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后面磨刀霍霍。就在广西宁明还泡在19号台风紫檀留下的洪水里时，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紫檀居然又玩了一把大转弯。原本以为他要往广东、广西沿海走，结果他突然向东拐，再向北拐，最后25号傍晚一头扎进了海南昌江。更夸张的是，这还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台风在昌江登陆。而就在南方被台风轮番浇水的时候，北方的暴雨也没停歇。25号下午，北京突然乌云压城，暴雨大风说来就来，网友直接感叹北京的天是不是漏了？天津、河北等华北地区也接连遭遇强降雨。
你看老龙王是不是睡着了？忘了关阀门了？我下大了！我去！鱼够了！鱼够了！没说把它弄死。你看这水，哦，忒大了。你看，这专门上边溜出来的。再说福建24号中午，简拉维登陆泉州。这个家伙虽然登陆之后迅速减弱，但他临走之前还是狠狠甩了一把水。从24号到25号，福建多地暴雨，大暴雨，于是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：马路变河道，车辆变船只，低洼地带直接泡在水里，一些地方甚至启动3停1休。向大海里面。海中行船，水好深啊！我们左边的水好深啊！我跟你讲，一直下雨，这个水都淹了。你看，应该有个30几厘米吧。湖里面的鱼刚才都游到这里面进来了。龙舟，然后这些木头的台子都被水淹了。免 A 免 B 免 C 免 D 免 E 免 F 免 G 免 H 免 J 免 K， 你们那边现在风雨情况如何？收到请讲。你看，都快淹到那个凳子上面。蓝天碧海飞白鹭，波光远影泛渔舟。海景画卷。周杰伦再见！哎，周杰伦再见！哎呀，我笑死！简拉维虽然走了，最让人头疼的是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家伙——沙德尔。这个沙德尔可不是来串门的。23号的时候，它一度加强成超强台风，环流非常庞大，直径大约是1000公里。什么概念呢？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也就是1000公里多一点儿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台风的胳膊腿大到可以把大片海域一起搅动。预计沙德尔26号前后进入东海，27号至28号前后逐渐靠近浙江、福建沿海。如果目前路径没有出现明显变化，那福建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迎来2个台风。20年机枪4个台风同时出现。神迹呀！4风同台，捅了台风窝了，都趁着暑假末期出来过节了。今天刚一个登陆泉州，还有一个也奔着福建来了，而且还是神勇级。18号台风沙德尔即将进入24小时警戒线，未来路径还会不会偏向浙江？目前台风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00公里，中心风力14级，强度变化不大，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温州市靠近。路径方面，未来进入24小时警戒线后，如果风力超过15级，将会偏向福建宁德；如果风力低于13级，将会偏向浙江台州。预计8月28日将会在福建宁德到浙江台州沿海一带登陆。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即将进入东海，路径还存在变数。一旦靠近浙江沿海，东风会往杭州湾推送海水，鬼王潮潮头会被抬高，潮水更加汹涌。大家来绍兴江边观潮，一定不要翻越防护栏。
远洋台风是提前1周就开始复习的学霸，上场就是满级号。今年奔华东的台风全是这个路数，从远海慢慢养肥了再过来，一个比一个狠。对浙闽具体有啥影响？首先是风强台风级登陆，登陆点附近12到14级大风跑不掉，阵风可能更猛，铁皮屋、广告牌、大树这些都可能被掀飞。还有雨的影响，沙德尔水汽足，移动速度又不快，登陆后可能在陆地上磨蹭一段时间。浙江南部、福建北部累积雨量会很大，山区连续大雨之后土质松、滑坡泥石流风险高，最该防的是水。27号和28号正好赶上农历天文大潮，海水本身就涨得比平时高，再叠上台风把海水往岸上推，风暴潮和天文大潮两碰头，沿海低洼地段、地下车库、沿江码头都可能被海水倒灌，这个比单纯刮风下雨还难防。同一场台风接力赛，有人在防台风，有人在逃洪水。广告之后，我们把镜头转到紫檀这个家伙，看看他在折腾完广西之后，又在海南搞了什么破坏。来自美国的 Marble 反馈，从去年开始就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大不如前，不是容易嗜睡，就是晚上睡不着，血糖的波动也让他很困扰。后来偶然看到了普瑞堂的广告，就想试试看，于是开始吃玄宝黑参原参。吃了一段时间后，感觉精神和睡眠状况慢慢有了变化。后来出门旅游又换成方便携带的口服液，没想到这一吃就吃成了习惯，现在已经成为他日常的营养补充。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，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元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，可获赠9蒸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，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一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广西宁明这边的洪水到25号还没有完全退，这场洪水就是此前紫檀留下的杰作，但是这个紫檀偏偏又是个扮猪吃老虎，走位完全不按剧本来的家伙。原本大家预测它会往广东、广西沿海靠近，结果它突然变脸，先向东拐，再向北拐，然后25号傍晚登陆海南昌江，而且还是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昌江的台风。我们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得见，岷江洪水泛滥，大片的房屋、农田被浑浊的洪水淹没。当日最高的降雨量超过了300毫米。从8月23号开始，就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。看到此景，内心的心情真的是难以平静。这一次的降雨量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啊，可以说洪水量已经是远超了往年普通的汛期，接近已经甚至突破2008年历史极值。透过航拍我们也可以看得见，有很多沿街的商铺1楼普遍被淹，很多的树木呢也都是直接泡在这个水里面的。你像很多的人作物啊，也都是大面积的受灾。真的看到眼前这一幕啊，特别的难受。现在的中国，南边台风在泼水，北边暴雨在撤水，中间还有新的天气系统不断酝酿，南北2条雨带就这么一起开工。更麻烦的是，台风大戏还没演完，而新一批台风又开始在海上酝酿，一个接一个，一波接一波。台风来，暴雨来，暴雨来，内涝来，内涝还没退，下一场暴雨又来了。这已经不只是天气预报了，这更像是一场对中共政府城市治理能力的连续压力测试。
中共总喜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都能搞定的超级大国，但很多时候真正的考验其实非常简单，不用战争，不用地震，甚至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灾难，一场暴雨就够了。雨一落下来，谁在裸泳，谁在城市排水系统，谁的城市排水系统是真有能力，谁只是表面光鲜，一下子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里是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孙宁，我们将继续追踪中国各地最新灾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